午夜，已经死去7天的闺蜜给我发来短信，随后我就被拽进了红楼世界。恭喜您进入红楼规则怪谈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，并存活7天。请远离死人，一定不要和死人说话，如果说了，请用针线将自己的嘴缝住。如果王熙凤高兴，可以问她问题，但真假未知。如果贾宝玉出现异常，请不顾一切抢走他脖子上的玉并摔碎。若看到林黛玉，请不计代价杀死她。不要吃府里的肉。从昏迷中苏醒，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一个男人和几个小姑娘就围了过来。袭人，你怎么不来玩？听到他叫我袭人，我大脑宕机了一瞬，确认我真的进入了红楼梦里。那对面这个男子就是贾宝玉。迟迟听不到我的回答，周围的人不动了，全部停下来死死瞪着我。贾宝玉的脸有些僵硬，泛着不正常的清白。他又问了一遍：袭人，你怎么不玩了？我额头冷汗直冒，就算我再迟钝，也意识到了面前的几人有问题。气氛逐渐压抑沉重，我试探了一下：宝二爷别疯玩了，老爷还要考教你的功课呢。气氛瞬间恢复流通，几个小丫鬟切了几声。贾宝玉也转头冷哼了一下：哼，功课哪有跟你们放风筝有意思？我松了一口气，继续试探：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能逼你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贾宝玉敷衍地应了一声，继续和丫鬟们嬉闹。我连忙朝着门外走去，余光却看见贾宝玉的脖子扭曲到一个不正常的弧度，死死盯着我。他伸出猩红的舌头，咸水不断顺着流下，表情狰狞又贪婪。我踉跄了一步，随即稳住身形，强装镇定，掀开帘子出了门。脑中一遍又一遍开始回想那几条规则。死人，这里的死人指的是什么？闺蜜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是有人拿了她的手机给我发消息吗？我头皮阵阵发麻，可还不等我理清线索，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肉香。我不受控制地朝香味来源走去，只见几个小厮垂着咸水，搅动着一口大锅，锅里面正浮着几块白花花的肉，周围飘着淡淡的黄色。几人似木偶一般抬起头看向我，随后咧开猩红的嘴角：袭人姐姐，一起来吃肉啊！我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规则，不要吃府里的肉，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。几人热情地拿出碗，给我盛了一大块肉，白花花的肉递到了我嘴边，我也配合着张开了嘴。我拿起碗，正欲吃肉，碗却被猛地打掉，顿时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齐齐盯着来人。宝二爷都没用呢，袭人妹妹毕竟身份低微，先用可不好吧？话音刚落，我发现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了。想到规则，我连忙将碗递给那些小厮。小厮狠狠瞪了一眼来人，随即收走碗，自己大快朵颐。我清楚地看见了肉被咬破时留下的粘稠血液和他们几近疯狂的表情。我心里一阵后怕，差点自己就要吃了那块肉了。见到这名女子正欲前往恒芜苑，我心下了然，确定她就是薛宝钗。我立刻跟了上去。薛宝钗进屋为我倒了一碗茶水，我将茶杯端在手里没有动。薛宝钗见我没有要喝的意思，轻笑一声：我不会害你的。面前这人总给我一种熟悉之感，况且如果他想杀我，刚才就不应该救我。思及此，我对薛宝钗放下了戒心。算起来，你已经是第7个附身到袭人身上的外界人了。听到薛宝钗提到附身，惊得我后退一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袭人。薛宝钗嗤笑一声，眼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已经有6个袭人死在我面前了，你若是不遵守规则，也会和他们一样。我不敢再待在这里，转身想走。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对了，提醒你一句，林黛玉是鬼，见到她一定要杀了她，不然她可是会活生吞了你。我一刻也不敢停留，双腿不停打颤，踉踉跄跄出了恒芜苑。身后传来薛宝钗的笑声，一声比一声阴森。今天莫名其妙穿进红楼梦后，被薛宝钗告知林黛玉是鬼。我惴惴不安地向前走去，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刚刚薛宝钗和我说的话。突然撞到了一个丫鬟，丫鬟看到是我后，阴阳怪气地张了口：哟，我说呢，半天找不到人，
原来是跑宝姑娘这里偷懒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回去就告诉二爷。我意识到这人是晴雯，因为在红楼里除了她之外，很少有别的丫鬟敢这么对我说话。晴雯不见我回答，眼里露出兴奋的光，舌头越来越长，甚至要冲到我的脸上。我试探开口：晴雯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宝二爷先前嘱咐我将那珠钗给宝姑娘送去，你莫不是忙昏了头，竟连这也忘了？话音刚落，晴雯不情愿地将舌头缩回去，又恢复了原样。你不要以为在宝姑娘身边转悠就能攀得上她了，攀高枝也得看看人家看得上你吗？晴雯的恶意让我内心窝火，但我知道这不是正常的《红楼梦》，我不能贸然和面前的人计较。于是我只能低头不语，绕过晴雯继续前行。晴雯阴森的声音仿佛在耳后响起：袭人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我没有听到他跟过来的脚步声，只能硬着头皮转过身，发现晴雯的鼻子差点和我碰上。她无机智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嘴角的笑意恶毒得让人心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只有一种人走路没有声音，那就是死人。规则说不要和死人说话，否则得缝住自己的嘴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我已经说了。晴雯嘴角的笑容愈发夸张，她不断逼近我，血红的眼睛几乎要滴出血泪。我后退了一步，根本想不出应对之策，只想按照规则行事。可我发现我根本没有针线，希望再次破灭。我不甘心地看着面前的晴雯，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我决定赌一把，猛然开口：晴雯，你不要这般没有规矩。我对宝二爷一片真心，这话传出去，我会怎么样暂且不说，但是要是影响到宝二爷，可就不好了。晴雯一愣，似乎不明白我怎么突然敢开口了。他已经变成3/4，怪物的身躯仿佛被什么硬生生塞回了晴雯的身体。恢复正常后，他瞪了我一眼，不再理我，大步离开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我赌对了。规则里的死人不是指见到的这些人，是在书中死去的人。只有双重死亡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死人。我抹了把汗，感觉自己摸到了一点在这里生存的门道。首先，维持原主人设，要是做出不符合常理的事情，这里的人是可以杀死我的。既然如此，这个时间点，袭人该回去照顾贾宝玉了。我立刻大步朝怡红院走去。贾宝玉一看到我，立刻热情地拉住我的胳膊：好袭人，我找了你一大圈都没见着你人，我们去找宝姐姐和林妹妹玩吧。听到他要去找林黛玉，我脑中警铃大作。如果我在贾宝玉面前杀了林黛玉，他会觉得我失心疯了，而且不符合原主人设，他会当场杀了我。为今之计，要么让贾宝玉别去，要么我自己找借口不去。我先是借口老爷午时会考教他的功课，又推脱夫人喊我过去。贾宝玉不耐烦地打断我：袭人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啰嗦了？还是说你根本不想和我去？听到后半句，他的语调不太对，我下意识抬头看他。我清楚地看到他盯着我，吞咽了一口口水，那模样像极了饿了5、6天的疯狗，然后强行把我拖到了潇湘馆门口。眼见距离潇湘馆越来越近，我一咬牙，在潇湘馆门口停下。宝二爷，我去将宝姑娘找来，这样免得您再跑一趟了。贾宝玉沉默片刻后，轻笑出声：还是袭人聪明，不过你可一定要来啊。贾宝玉仿佛提线木偶般，步调极其缓慢地朝着潇湘馆走去。我逃也似地去了恒芜院，路上1秒钟都不敢多看或逗留。薛宝钗此时正在院子里拨弄花草，她没有抬头，却仿佛感知到了我的到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宝二爷说要去找林姑娘，人已经在潇湘馆了，派我来找宝姑娘也过去。既然宝玉开口，那我是一定要去的。他的丫鬟为他梳妆好后，他走在前方，我亦步亦趋跟上，想让他帮我圆场，借病溜走。薛宝钗却直接拒绝了我。
贾宝玉既然开了这个口，就一定会让你去的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今日有我在，他伤害不了你的。听完这句话，我才没有那么恐惧。我跟着薛宝钗继续朝前走去，下一瞬，我看见他嘴角嘲讽恶劣的笑容。我僵在原地，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？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现在见到林黛玉？一边说他会生吞了我，让我杀了他，一边说他在，我不会有事。这话自相矛盾，一定有一句是假的。我本来以为薛宝钗可以帮助我回去，可她也在骗我。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可以相信。我强忍恐惧，跟着她来到了潇湘馆。一踏入林黛玉的卧房，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扑鼻而来。贾宝玉在一旁说着笑话，逗着林黛玉。薛宝钗咳嗽一声，打断二人的柔情蜜意。看来我来得不巧了。宝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迟迟不见你来，我和林妹妹都要急死了。袭人，我们要玩酒令，你快去给我们拿酒。薛宝钗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我意会后退，下去拿酒。我拎起一坛，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，隐约间我觉得这酒香十分熟悉。趁着四下无人，我掀开坛盖，里面的东西差点让我吐出来。一坛浓稠的红色液体混杂着肉块，静静地躺在坛子里面。此时的香味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重的腥味，这根本就是那几个小厮炖的肉。我强忍恶心，将坛子抬进林黛玉的卧房。坛子放下后，贾宝玉迫不及待地掀开坛盖，看到里面的东西后，他欣喜若狂，不顾形象地用手舀起液体一饮而尽。林黛玉见此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轻轻为贾宝玉拍着脊背。慢点喝，无人会给长辈多嘴，你多饮一些也无妨。贾宝玉根本来不及回答，他像一只饥饿的野兽，疯狂地进食着坛中的物体。薛宝钗神色自若地扇着羽扇，脸上没有表露出丝毫异常。林黛玉拿来一只碗，从坛子里舀了一碗，递给薛宝钗。薛宝钗将碗接过，放在桌上，没有一点要喝的意思。这可是妹妹你专为宝玉准备的，我们可不想横刀夺爱。林黛玉满意的笑了，随后她竟然转头将贾宝玉的头狠狠按进了坛中。薛宝钗急忙拉住林黛玉，可一向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此刻力气却大得吓人，手没有丝毫松动。浆池中液体不断减少，短短一炷香的功夫，液体竟然已经见了底。贾宝玉喝完后，林黛玉松了手，她神情痴迷地抱着坛子。不愧是林妹妹选的酒，果真回味无穷。林妹妹最知我心意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林黛玉刚才还柔情似水的表情变得无比阴沉，突然转身拿了桌子上的针线朝贾宝玉走去。不等我反应，林黛玉就笑眯眯地招手让贾宝玉过去。贾宝玉没有丝毫犹豫地走了过去。林黛玉猛地拿起针线朝贾宝玉的嘴上穿去，鲜血瞬间沁出，可贾宝玉神色没有任何变化。薛宝钗这次没有拦他，她只是目光阴森地盯着林黛玉。林黛玉慢条斯理地缝住贾宝玉的嘴，不多时终于全部缝住。我只觉得整个人丧失了思考能力，一步都动不了。林黛玉看了看呆若木鸡的我，笑着朝我走来。袭人姐姐，不要害怕，她只是太爱撒谎了，对谁都能撒谎，所以我才缝住了她的嘴。只要你不对我撒谎，我是不会惩罚你的。那么，我问你，你是袭人吗？我整个人如遭雷劈，没想到他会直接问我这个问题。我求救般地看向薛宝钗，可她一个正眼都没给我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是。那你喜欢宝玉吗？我僵住了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如果是真袭人，那肯定是喜欢，可我不是她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贾宝玉。正在我沉默的时候，林黛玉突然动手，一把抓住了薛宝钗的胳膊。薛宝钗挣脱不开，两人扭打起来。我本能转身就往外跑，只想离开这座诡异惊悚的宅子。一不小心，
我撞在了一个妇人的身上。袭人，今日怎么这般莽撞？看着眼前的美妇人，浑身金贵，绫罗绸缎，头戴珍宝，眉眼含情。我猜测她是王熙凤。我害怕崩人设，急忙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斟酌着回答：回二奶奶的话，我今日身子不太爽利，这才毛手毛脚，不小心摔了，谢二奶奶关心。王熙凤一脸怜惜，替我拨好脸上的碎发。她越温柔，我就越不安。虽然说原书里王熙凤对袭人确实很好，可在这座诡异院子里，我不信她是正常人。我突然想到规则，规则说王熙凤高兴了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决定试一试。二奶奶，我冒昧问您，您可看见宝姑娘的那只金玉钗了？提到薛宝钗，王熙凤的神情微变。宝丫头又丢东西了，你呀，没必要这么上心，毕竟不是你的主子。再说了，宝丫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赌对了。王熙凤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且直接告诉我薛宝钗不可信。王熙凤径自朝前走去，她的丫鬟连忙跟上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正欲离开，王熙凤的声音又响起：袭人，记得千万不要相信别人的话。我猛地顿住，转头去看王熙凤，她不知何时转回身，正对着我露出笑容。我心惊肉跳，王熙凤不只是在告诉我薛宝钗不可信，她还是在告诉我规则不一定是真的。是啊，我为什么会相信闺蜜给我发的规则呢？万一根本没有这回事呢？既然规则不一定是真的，那么存活7天是真的吗？我下意识觉得这是一条假规则，因为我今天碰上的危机太多了，这根本就是想急速杀死我，根本没有想真正让我度过7天的意思。如果真正的规则其实是1天呢？我的心脏开始不断下沉，我没有思路，也无处可去，只得先回怡红院。我忐忑地走到贾宝玉厢房，却发现贾宝玉已经回来了。他宛如失了灵智的玩具一般，呆愣愣坐在椅子上，嘴上的针线奇迹般消失不见了。薛宝钗掀开帘子走了进来，她站在我身后，表情不善，大声质问我去哪了。我惊惊战战转身，支支吾吾回答：我太害怕了，双腿不受控制了。薛宝钗冷笑一声，随即背过身去。贾宝玉立刻站起身，掏出一碗肉汤，神情呆滞地朝我走来。好姐姐，我知道你最爱吃这肉了，特意为你拿了些，快吃吧。浓重的香味飘来，我急忙用手捂住鼻子。规则上说不能吃肉，可我一旦闻着肉的香味，就会丧失对身体的控制权，所以我只能先捂住鼻子。贾宝玉不断逼近，薛宝钗笑着看贾宝玉，将肉端来我的面前，没有任何动作。我明了了，他想杀了我。正当我绝望之际，他却突然开口提醒我：别忘了规则。我愣住了。规则说让我扒下他脖子上的玉并砸烂，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对，而且我刚刚扔下了薛宝钗，他凭什么善良到给我提醒让我活命？我大脑飞速运转，突然想到有博主曾经分析《红楼梦》讲的是一群死人的故事，我当时只觉得荒诞，并未放在心上。现在看来，那位博主说的是真的。不过玉乃极阴之物，死人含在嘴里可保尸身不腐，若是拿掉玉再摔碎，死人没了镇压之物，诈尸是必然的。难怪薛宝钗会不计前嫌地提醒我，她根本就是想借刀杀人。想明白这一切后，我冷笑一声，慢慢靠近贾宝玉。我一把拽下了贾宝玉脖子的玉，然后塞进了他嘴里。贾宝玉瞬间不动了，他直挺挺倒下，不过半盏茶的功夫便化为灰烬。我再一次赌对了，还来不及放松，薛宝钗指甲一瞬间暴涨，体型也硕大了几倍，扑上来想掐死我。一只手稳稳拦住了薛宝钗的爪子。我抬头一看，林黛玉不知何时立于我身前，护住了我。林黛玉一手就扭断了薛宝钗的手腕，薛宝钗发出痛苦的嘶吼声。见我无事，
林黛玉送了我一句话，冷月葬花魂后转身就走。地上的薛宝钗仍在笑，我蹲下身，声音轻的风就能吹走。小杰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呢？薛宝钗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神情由恍然大悟到疯狂狰狞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见到你的第一面我就知道了。笨蛋闺蜜小杰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恨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你为什么每次干了伤害别人的事，还能做到这么无辜？我愣住了。闺蜜小杰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，我经常帮忙，没想到竟然引起了她的嫉恨。她也痛快地全盘托出。7天前，她被一个怪人诅咒来了这里，遵守规则，谨言慎行，却没想到有一条规则是错的，她被困在了这里，再也出不去。但是只要能拉一个垫背的进来，她就能用那个人的身体出去了。听完一切事情原委，我心中酸涩。我真心相待的闺蜜竟然想要我去死。她冷哼一声，把头转向一边，不再看我。我站起身，径直前往了黛玉吟出冷月葬花魂的那片池塘，跳了下去。冰冷的湖水包围了我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再醒来时，医院的消毒水味刺鼻而又让人安心。突然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我翻出手机，上面是闺蜜新发来的一条消息：下次见。